1965年，南京出土一座东晋时期的男女合葬墓，两具棺椁紧紧相依。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两人并不是夫妻关系，而是父女关系。父女合葬的消息一经传出，立马引起人们的议论和猜疑。墓中还发现200多粒红色药丸，更是让无数网友气愤不已，怒骂这位父亲枉为人父，害人害己。父亲和女儿为何会葬在一起？而这些神秘的红色药丸究竟为何物？接下来就让我们回到1600年前，去揭开一段扭曲颓败的魏晋历史。1965年，南京市鼓楼区的一位老伯在田地里劳作时，意外发现了一个很大的洞。这个洞又深又宽，几乎能容得下一个成年人。南京是6朝古都，地下葬着不计其数的王侯将相，因此老伯凭借直觉推断出这是一个盗洞，洞下面很可能有古代墓葬，于是他立马联系了相关部门。很快，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来到现场进行了勘测，发现这个洞下面的确有古代墓葬。更让他们感到惊喜的是，这似乎是一个规模不小的墓葬群。根据墓葬的规格来看，这里埋葬的人一定是非富即贵者。后来这座墓葬群陆续出土了大量名人的棺椁和陪葬品，为东晋的历史添上了浓重的一笔。但更让人震惊的还是葬在这里的一座妇女合葬墓。这样的墓物在中国历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它的出现让我们得以看见魏晋南北朝那一段荒诞离谱的历史。随着考古挖掘工作的深入，考古专家们共清理出7座东晋至南朝的墓葬，一些碑志上清楚地记载着墓主的名字。结合这些名字，专家惊喜地发现，这些墓主是东晋左仆射王彬的子孙后代，都属于东晋时期大名鼎鼎的琅琊王氏。墓葬依仗右尊碑和时间先后，集中有序地分布在象山西路、南路和东路。1号墓为王彬第4子，征西大将军行参军，甘令王兴之夫妇合葬之地。5号墓为王兴之长子王敏之墓，11号墓为王康之及其妻子何法登的合葬墓。琅琊王氏是当时赫赫有名的家族，著名的书圣王羲之、权臣王敦、王导，这些人都出自琅琊王氏。因此王氏家族墓的发现引起了考古队和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这里出土的一切东西都将对东晋历史研究产生很大的影响。在皇权衰落的时代，以封建门阀为代表的士族阶级就会兴起，他们的权势甚至可以制约和压制皇权。而在东晋时期，琅琊王氏就是封建门阀的代表，他制约着司马家的皇权，形成了王与马共天下的历史局面。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刘禹锡《乌衣巷》中提到的王谢，指的就是琅琊王氏与陈留谢家。虽然都位列4大家族，但王氏的势力可不是其他3个家族能比的。那么为何琅琊王氏有如此大的势力呢？一方面是因为其家族培养出了无数青年才俊，二是因为他们辅佐司马氏创立了西晋、东晋，是2朝开国元勋。王氏势力最大的时候，朝中官员75%以上是王家的或者与王家相关的人。王导、王敦的其他同宗兄弟如王叔、王涵、王瑜、王彬、王遂等都在朝中担任要职。而今天故事的主人公就是王导、王敦的亲堂弟王彬。南京象山发现的墓葬群就是以他为中心的家族墓地。随后王彬的后妻夏金虎、王建之的妻子刘妹子之墓接连被发掘，然而其家族的核心人物王彬的墓穴始终没有找到，这成了考古学家心中挥之不去的一个疙瘩。专家们一边加快对王彬墓的搜寻，一边对其他墓中出土的大量文物进行修复整理。在5号墓王兴之的陪葬品中，有一个形似海螺的东西引起了专家们的注意。它长14厘米，高10厘米，
装饰着花瓣纹，边缘处有一圈鎏金。经过海洋专家鉴定，这是一个4亿年前的古生物，名叫鹦鹉螺。难道这是传说中的鹦鹉杯？专家翻阅典籍进行对比后，惊讶地发现，这正是史书上记载的鹦鹉杯。传说用这种酒杯喝酒，怎么都喝不空，可谓千杯不尽。李白在《襄阳歌》中曾提到过这种酒杯：鸬鹚勺，鹦鹉杯，百年36000日，一日须倾300杯。然而，从来没有人亲眼见过这个神奇的杯子，所以一直以来考古学家们以为这不过是传说之物罢了。没想到这一次在王兴之的墓穴中意外发现了实物，证明鹦鹉杯并非传说，而是真实存在。那么鹦鹉杯是否真的能千杯不尽呢？专家们用 X 光进行了透视，发现杯子的内部是由一格一格的空腔构成，各腔室之间有大小不一的小孔。倒酒时，酒在压力的作用下，从一个一个的小孔向下渗透，所以酒流的速度会非常慢。再加上这海螺能容下4斤之多的酒，所以给人一种永远也喝不完的感觉。专家们又用树脂材料1比1复刻了一个鹦鹉杯，装满酒后，果真可以连续到几个小时。倒酒时，鹦鹉杯会发出空旷悠远的响声，正如海螺一般。在中国古代，这种杯子可不是一般人用得起的。除了各种珍稀玩意儿，王氏家族墓的碑志也值得细细研究。晋代是书法的鼎盛时期，尤其是楷书、行书已达到当时书法的最高境界，而书圣王羲之代表了中国古代书法的最高水平。实际上，除了王羲之外，王氏家族不乏书法杰出者。王兴之墓志铭的字体介于楷书和隶书之间，笔画挺直，棱角方正，如刀削状，有北朝碑刻厚重之风。因为其字体与传世的东晋王氏书法风格迥然不同，所以在上世纪60年代还引起过一场全国性的关于《兰亭序》真伪的大讨论。王建之墓志铭字体也介于隶楷之间，既有隶书方净古拙的特点，又有楷书方正平直的形态。虽然不同于王羲之《兰亭序》的飘逸和行云流水，但王兴之和王建之碑志字体是汉字由隶书向楷书过渡发展的重要书籍，对于研究汉字书写演变具有重要的意义。在位于象山西路半山坡上的7号墓中，出土了一件造型憨态可掬的陶马。陶马身上配有骆头和鞍，鞍两侧有杖泥及马镫，鞍后有秋带。这样的陶马十分常见，起初并没有引起考古专家的注意，但它身上的一个小细节却潜藏着历史的变迁和技术的发展。这个小细节甚至让欧洲跨入了骑士时代，它就是马鞍两侧的2个马镫。先秦时期，马更多用于驾车，马具十分简单。直到秦汉时期，更加灵活机动的骑兵逐渐取代了战车，马镫才被发明出来。马镫不仅方便上马，还便于骑兵控制战马，解放双手，对骑马作战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从历史加载和出土文物来看，当时的马镫只有单侧，还没有完全发展成熟。而王氏家族7号墓中出土的陶马，是目前考古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双边马镫形象。这说明最迟在东晋时期，双边马镫就已经出现在战场上了。结合当时特殊的历史环境来看，南北朝时期战争频发，骑兵们需要更加高效地控制战马，于是双马镫在这种特殊的背景下被催生出来。中国古人发明的马镫引入欧洲以后，迅速传遍欧亚大陆，促进了西欧重甲骑兵的发展和封建骑士阶级的形成，对欧洲中世纪的历史产生了影响。然而，这些珍贵的文物都不是最让专家惊讶的。就在专家们以为找寻不到王宾墓时，3号墓的发现让专家们迎来了柳暗花明。考古队员仔细研读王兴之碑志后发现，上面记载着王宾墓的方位，于先考散骑常侍
尚书左仆射、特进、卫将军、都亭肃后墓之作。也就是说，王宾墓在王兴之夫妻墓的东侧。考古队员们立即向东侧勘探，发现了5层砖砌成的排水沟，这说明在不远处一定还有别的墓穴。于是考古队员顺着排水沟继续寻找，终于发现了墓门。这令考古队员们大喜过望，1天之内就将这座3号墓全部清理结束。专家本以为这是王宾的墓，但随墓葬一起出土的碑志清楚地记录了墓主人的身份：王宾长女王丹虎。王宾的长女为何会出现在家族墓地里？熟知中国古代文化习俗的专家们立即意识到了不对劲。古代女子出嫁后就不再属于娘家了，所谓出嫁从夫，生则同亲，死则同穴，死后是要和自己丈夫葬在一起的。只有未出嫁的女子才会葬在自己的家族墓地中。可是专家们根据对王丹虎尸骨骨龄的检测显示，他去世时已经50多岁，早已过了出嫁的年龄。王丹虎家世显赫，不愁找不到好夫家，理应和其他世家子弟结成夫妻，来巩固家族势力。那么王丹虎究竟是终身未嫁，还是他的婚姻出了什么状况呢？历史上对王丹虎的记载实在太少，专家们一时只能得到浅层的信息，所以暂时将目光放到了王丹虎的墓葬上。幸运的是，墓葬保存完整，青瓷盘口壶、金饰、各色珠子等陪葬品一共有40多件。这些珠子有琥珀珠、绿松石珠、琉璃珠等等，其中5件还有动物造型的微雕饰物，不到2厘米的珠子却能将上面的兽脚看得清清楚楚，活灵活现。早在殷商时期的甲骨文中就出现了微型雕刻，可见到了东晋时期微雕技术已经发现得比较成熟了。王丹虎墓中还有一个有意思的东西，铜弩机。这种铜弩机在王敏之墓、王建之夫妇合葬墓、王义墓中都有，并且都放在墓主头边的位置。这是一种具有远距离杀伤力的冷兵器。专家猜测，在墓中放置铜弩机是因为当时盗墓现象猖獗，这么做是为了抵御盗墓贼，防止陪葬品被盗。但是后来专家在《周礼》上发现了另一种解释，以公史6物推之，王胡最尊，后伯有功，此公史为书礼，祀当用王胡。大丧共公史者，意为王及后，世子之丧，将葬则陈之，葬贬则奉而藏之果中也。明公史与明器一同。由此可见，在墓室里放铜弩机，与其说是为了防盗，不如说是一种身份的象征。随葬弩机是一种大丧的葬仪，只有少数人的高等级墓葬中可以使用。那么疑点又来了，王丹虎既不是皇室，也不是氏族官员，为什么他可以享受这份书礼呢？想必应该是因为王室实力雄厚，政治影响力极大，才敢有这样的僭越等级礼制的行为。王丹虎头边另一侧还放着一个直径约10厘米、圆形的漆盒。对于墓主人来说，放在头边的陪葬品一定是意义非凡的，因此考古专家猜测，漆盒里装着的一定也是象征王丹虎身份地位的东西。是贵重首饰还是金银财宝？这个漆盒就像有魔法般吸引着专家们打开。然而真的打开后，却没有看到他们预想中的画面。盒子里没有宝物，而是装着满满的不知名红色颗粒。这些颗粒有米粒大小，颜色赤红，足足有200多颗，有些已经随着岁月的消磨变成了粉末。这究竟是什么东西？王丹虎又为何把这东西视若珍宝，随自己一起下葬？围绕在考古专家脑海边的疑问越来越多，他们只能把这些红色颗粒送到化验机构，查出成分，再做进一步的研究。等待化验的过程中，专家继续勘测，惊喜地发现王丹虎墓左边还有一个新的墓室，很明显是王丹虎墓的合葬墓。然而这座墓被严重破坏，已经找不出能证明墓主身份的陪葬品了。此时专家们猜测，这可能是王丹虎的丈夫
作为琅琊王氏的赘婿，和王丹虎一起葬在了他娘家的墓葬群。为了找到更多关于合葬墓的消息，专家将王丹虎的墓志铭进行了修复整理，上面的内容只有60多个字，但每一个字都如千斤重，狠狠地砸在了考古专家的心上。墓志铭上记载，晋故散骑常侍特进卫将军尚书左仆射都亭肃侯郎耶林仪王彬之长女，字丹虎，年58，生平3年7月廿8日卒。其年9月萨日葬于白石，在彬之墓右，刻砖为石。这段碑志里可以得到2个关键信息。第一个信息是，王丹虎去世时是以王彬长女的身份载入史册，因此专家推断王丹虎很有可能一生都未曾嫁人，否则他碑志上的名号应该冠以夫姓，被称为某王氏。即便是婚姻出过状况，因为某种原因回到娘家，碑志上应该也会有完整的记述。然而这些在碑志中都没有记录。而第二个信息则是令所有人感到震惊，那就是王丹虎左边的墓根本不是她的丈夫，而是她的父亲王彬。也就是说，她死后不仅违反常理，葬在了家族墓地里，还和她父亲合葬在了一起。这样的事在中国古代历史上非常少见，甚至是难以找出第二件的。在中国古代，合葬的主要对象是夫妻，这在西周时期就有记载。合葬不仅是夫妻关系的象征，也是对家庭和社会关系的一种体现。在宗法伦理关系上，妻子更是唯一的法定婚姻关系人，因此只有妻子有资格与丈夫合葬。这一发现让见多识广的考古专家也大惊失色。就在他们对父女合葬的原因进行下一步研究时，红色颗粒的化验结果出来了。结果显示，其主要成分是硫化汞，这是一种毒性很大的化合物，其中硫的含量为 13.0%， 汞的含量为 60.9%， 另有约 26.1% 的成分，目前尚不清楚为何物。这种红色颗粒还有个更广为流传的名字——五石散。五石散又叫寒石散，本来是一种治疗伤寒的药物，其药性燥热会裂，服用后使人全身发热，并产生一种迷惑人心的短期效应。实际上，如果人长期服用，就会导致慢性中毒。如果王丹虎生前有长期服用五石散的习惯，那他能活到50多岁已经算长寿了。五石散在古代中国是如何流行起来的呢？相传在三国时期，曹操的继子何晏喜爱声色犬马之事，在一次服用五石散后，意外发现自己神清气爽，体力增强，于是便开始每日服用五石散，逐渐沉迷于它带来的快感。在他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名士、贵族都加入了食用五石散的队列中，这在当时是一种时尚和身份的象征。服用五石散的过程相当繁琐，首先在服药之前必须先静养一段时间，确保身体没有任何问题之后，才能进行下一步的服散。服散也就是服药，服下五石散之后绝不能躺在床上不动，否则身体就会出问题，必须行走来散发药性，这叫做行散。最后，由于服散之后浑身发热，服用者大都喜欢通过喝酒来抵御身体的燥热。五石散的作用一定是弊大于利的。晋哀帝司马丕、北魏道武帝拓跋圭、北魏献文帝拓跋宏等都因为服散而成残疾。史书记载，足地长户，舌缩入喉，东海凉夫，痈疮陷背，陇西心肠绪，脊肉烂溃，蜀郡赵公裂，钟表六丧。这些都是长期服用五石散造成的。既然对人体伤害这么大，为什么魏晋名士们还是疯狂追捧五石散，上百年来令无数人对它趋之若鹜？这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有很大的关系。东晋时期，政治上虚弱腐败，内部动荡和外部战乱不断，再加上东汉末年的名士遭遇了一系列迫害，让后来的文人名士不再对东晋政权抱有希望，不再有报国的热忱，而喜欢玄学空谈，
追求消极避世的生活态度，主张无为而治，一切顺其自然。而五石散的刺激可以让他们忘记现实的烦恼和寻求精神寄托。再加上五石散有美容功效，传说还能够延年益寿，这也就让更多人想要尝试。由于五石散价格昂贵，一般人吃不起，所以文人们为了显示自己的身份地位，没有条件也要想方设法试一试。那么王丹虎又是如何沾染上五石散，以至于死后都要放在自己的棺椁里呢？他又为何与自己的父亲合葬在家族墓地里？王丹虎身上有太多谜团，但历史上对他的记载实在太少，考古专家只能像摸着石头过河一样，从王斌以及王氏家族的记载中分析背后的原因。查阅许多典籍资料后，专家们终于从历史长河中窥到了真相的一角。令他们没想到的是，史书上所说的正直不阿的王斌，亲手葬送了他最疼爱的长女的人生。历史上的王斌是尚书郎王政的第3个儿子，其长兄王旷就是王羲之的父亲，他的堂兄王导、王敦都是当时的权臣。这样显赫的家世，让王斌在当时一定也有相当的影响力。据史书记载，王斌从小就以品行端正著称，他性格朴素方直，没有特别的嗜好。虽然出生在达官显贵之家，但并不追求奢靡生活，日常生活都是穿布衣、吃蔬菜。20岁时，他接受州郡的任命，这之后也立了一些功，官位也不断升迁。在40岁时，他被提拔为侍中，直接受皇帝指派。公元342年，王敦在江州举兵，发动王敦之乱。同年，王敦攻打石头城，晋元帝司马睿派兵反击，惨遭失败，只能派王斌前去向王敦求和。在当时，王斌一定是很受皇帝的信任和重视，才会在生死存亡之时被托以如此重任。虽然王敦是他的亲堂兄，但王斌为人刚直不阿，将道义看得十分重要。王敦发动叛乱后，忌惮明示周乙和戴渊的名声，残忍地将2人杀害。而周乙是王斌多年好友，为人清正廉洁。王斌在前去向王敦求和时，不禁声泪俱下，为周乙哀悼，大声地指责王敦是谋逆之臣，残害忠良，迟早会祸及家门。这些话狠狠地触碰了王敦的逆鳞，王敦再也不顾及兄弟情谊，扬言要杀了王斌。一旁的王导害怕王敦真的做出杀害手足之事，于是劝王斌低头服软，向王敦道个歉。哪知道王斌不但不肯低头服软，反而更加坚定地说，我身患脚疾，连见到皇上都不行跪拜礼，凭什么要向王敦下跪道歉？王敦彻底暴怒，问道，你的脚痛比得上脖子痛吗？然而哪怕王敦威胁要杀掉他，王斌仍然毫无惧色，宁死不屈。也许是顾念血脉亲情，王敦最终还是没有对王斌下杀手。从历史记载来看，王斌称得上是一位好官，他面对强权毫不畏惧，生活作风也可谓清正廉洁。然而也许是他想要追求长生不老，听信了五石散能够延年益寿的谣言，也许是因为整日处在朝堂斗争的高压环境下，王斌也和其他贵族一样，沉迷于五石散带来的飘飘欲仙的快感，这种快感能让他忘记一切烦恼和忧愁。那么王丹虎是如何染上这一恶习的呢？一些历史学家认为，这与他整日耳濡目染父亲王斌服用五石散脱不了关系。至于他服用五石散的原因，是逃避现实，追求长生不老，还是单纯想要追求快乐，就不得而知了。专家能够确定的是，因为长期服用五石散，王丹虎身体变得虚弱，也丧失了生育能力，这才导致他终身未嫁。想必一辈子待在父母身边的王丹虎，一定非常依赖自己的父亲，因此在死后也依然想得到父亲的庇护，葬在了父亲的旁边，和父亲紧紧相依。在生命的尽头，王丹虎依旧不愿意放弃五石散带给他的快乐，于是命人在死后一定要在棺中放上一些五石散，
这才让我们看到了如今的场面。魏晋是一个荒唐扭曲的时代，这也为五石散的流行提供了先天条件。世人都道魏晋名士风流，让人心生向往，但实际上那些所谓的名士在五旦散的作用下早已满目疮痍，似乎正是服用五石散后的癫狂才造就了魏晋名士们的名气。这些掌握国家权力的人在五石散强大的药性下放弃了治国安邦的理想，整日活在五石散带来的麻木和快乐中。不管是王丹虎还是整个魏晋南北朝，他们的命运都葬送在了五石散手中。这些惨痛的经验教训也告诫我们后人，千万不要沉迷于药物带来的虚妄的快乐。